我现在就是比较野蛮呐、荷花太漂亮了。50多岁以后，以前这种野蛮的状态慢慢又唤醒了，就经常没想到自己已经其实很老了，对外在有一种身体上的交融探索之类的吧，我就会很有劲。你现在有一扇墙，我还愿意翻。我是林白，广西北流人，武汉大学毕业，在过电影厂、图书馆、报社写一点东西，写长篇小说，写诗歌。8岁才搬到沙街，没有地方玩，旁边妇幼保健站是一个很狭长的，到处都有怀孕的女人啊，生出来就看见抱了一个皱巴巴的小孩，红红的皱皱的，生殖器模型就堆在那个阁楼，卵巢啊、输卵管啊、子宫啊，天天在那看惯了，人的身体就是这样的，自己的身体也就是那样的，从来没觉得这个是一个羞耻的事情。一个人的战争有一定的自然色彩，35岁写，自然就写出来了。发表出来之后，我才知道很多人不太容易接纳的。第1版出得很糟糕，完全是这个春宫图的封面，在地坛上大卖，我很生气。我说我一定要再出一次，7家出版社都拒了嘛。95年中华读书报说戴锦华在课堂上肯定一个人的战争，这个是助纣为虐。我90年到中国文化报，96年副刊部不要我，到2004年4月就是到处找工作，人家不要啊。别看你是个所谓的作家，很奇怪的就是说那里边已经有另外一套标准，不能新潮，也不能太土，不能长得太好看，也不能长得不好看。他真的是好可笑的。写说把房间是完全沉浸在一种愤怒的心情里，一种爆发。我从小没有安全感啊，我母亲一个医生，上班下乡，有时候10几天1个月不回来，周围都没有父母，没有依傍，所以就是极其焦虑。我的哀人是很哀的，怕见人，我觉得见人会消耗我能量。节点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个项目，要走黄河田野调查，回来写本书，每个地方找一个朋友陪我去，确实是就一咬牙怎么也都得逼自己走出去。现在是一个60年没摸过篮球的人。小时候我觉得30岁已经很老了，后来到了40岁以为很老了，到了50、60岁觉得还不错。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时尚，我怕光，不戴墨镜眼睛会疼的。然后呢，我不是跳街舞吗？我得穿个紧身短的上衣黑裤子，就人会比较好看。22年吧，让我当评委，有颁奖仪式，我说还是穿我这个跳舞的衣服嘛。来了很多媒体啊，还有时尚杂志的，后来他们就给我拍照片，拍的一批风尚志，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时尚。我觉得这样才是我，到老了还是酷酷的。人的生命就那么一点，你一受社会规训，你什么都不敢做的话，那这一生就太冤了，卷着就过去了。人很难放弃一些东西吧，有个固定职业，有固定收入，但像现在没有什么稳的地方，哪都不稳。让自己高兴的事情就去干去，饿不死。我都67岁了，今年还徒步嘛，我还能骑行，还能泡到长江里，我还能写这么大的长篇，所以对自己是很满意的。我应该是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60岁比50岁更好，头发获得另一种密度，也不再害怕异性与同性，叶脉更湿润，指尖更饱满。